主体完成后，下面学习装饰，分为荷花、荷鱼、先学习荷花，荷花分为花梗、花瓣、莲蓬。完成后，进行缝合组装。先学习花梗，一共有4种长短。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钩织。我以4号为例进行演示，其余钩织方法相同，只是针数不同。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线材，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。完成后，另一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，在最后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，再钩一个引拔针，不拉紧，结尾预留织片2倍左右的线，用于缝合。这样4号花梗就讲完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解，将其余花梗也完成。完成后放一旁备用。这样花梗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花瓣，分为大小花瓣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X 短针、T 中长针、F 长针、FV 长针加针、W 短针1针放3针、CH 锁针和引拔针。请看演示。先来认识一下表格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，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接着开始钩织，我用小号花瓣作为演示。大号花瓣与小号花瓣的钩织方法相同，只是针数不同。取出线材，也是2根线合并成1根线钩织。接着起针，完成后倒2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1根线，依次钩3个短针，2个中长针，
对应数量的长针。3个中长针。完成后，在最后一个锁针里钩一个短针1针，放3针。完成后，旋转织片。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依次钩3个中长针。注意不要穿入这3针的同一位置。将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，长一下。接着钩对应数量的长针。完成后，钩2个中长针。3个短针。最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。连接的引拔针，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与第1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1圈完成。起针有多余的线头可以剪断。继续钩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1针。在上一圈第1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连接的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接着在左侧依次钩2个短针，2个中长针，1个长针，1个长针加针。完成后，后面大家就按照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连接。一定要注意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每一圈结束都要与第1针引拔连接并拉紧。引拔针完成，第2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大家先按照表格针法一直钩到表格中括号前。下面遇到像这样的括号，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钩在同一位置，也就是在下一针针目里钩2个短针，短针之间钩3个锁针连接。
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勾完这一圈。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，小号花瓣就完成了。结尾预留4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解，将大号花瓣和剩余的小号花瓣完成。完成后放一旁备用。花瓣完成后，下面学习莲蓬，分为莲蓬1号、莲蓬2号。先学习莲蓬1号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中途需要换线钩织花蕊，最后安装莲子，请看演示。取出线材，先环形起针，接着来钩第1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线圈里钩7个短针，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，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在第1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第2圈就是在每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。第2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。表格中是括号 XV 括号乘7，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几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几次。先是一个短针，接着是一个短针加针，一组针法完成。我再演示一组，先是一个短针，接着左侧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第2组针法完成。后面大家就按照表格图解将这一圈钩完。然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第4圈到第7圈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即可。第7圈完成后，下面来钩第8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BLO 表示挑后半针钩织。一个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，也就是挑后面远离自己的那根线。注意第1针因为钩了引拔针，所以辫子有点短，可以用针挑松一点再钩织。
先依次钩6个短针，接着 K 表示空一针不钩，一组针法完成。后面就是按照钩6个短针，空一针的规律钩完这一圈。注意，这一圈都是挑后半针钩织。完成后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。第8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第9圈，这一圈就是一针对应针钩短针即可，总针数不变。完成后，大家按照图解将剩下2圈完成。完成后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。接着取出表格中对应线材，钩花蕊。花蕊是挑最后一圈针目的前半针钩织 ，FLO 表示前半针，也就是靠近自己的一根线。钩针穿入任意针目，前面一根线，开始接线。完成后，先钩11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锁针上方一根线，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注意，这里的引拔针不拉紧。完成后，左侧相邻位置挑针目前面的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。括号里针法就完成了一组，我再演示一组。先钩11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锁针上方一根线，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相邻位置挑针目前面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。括号里针法又完成了一组，这一圈就是重复这一组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最后的引拔针钩在接线位置，这样花蕊就完成了。
这样莲蓬1号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然后取出米珠和亮片，缝在前几圈上，作为莲子。剪一根4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细针，针要能穿过米珠和亮片。先在莲蓬反面打结长线，接着从第一圈中心穿出，取出一个亮片和一颗米珠，穿入，亮片反面朝上，然后将针从亮片中心和第一圈中心穿过，这样就缝好了一颗莲子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均匀的在莲蓬上缝好。完成后，打结长线，放一旁备用。下面学习莲蓬2号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中途需要换色。钩织花蕊，情态演示。大家先按照图解将前4圈完成，完成后，下面来钩第5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左侧依次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2个长针，一个长长针加针。长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长针，先钩第一个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。这样长长针就完成了，同一位置再钩一个。长长针加针完成，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第5圈完成后，预留线头断线。完成后，下面来钩花蕊，找到织片，倒数第12针，
从这针开始接线，挑后半针，也就是远离自己的那根线进行接线。先钩9个锁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8个引拔针，完成后，接线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9个锁针，8个引拔针，完成后，相邻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9个锁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8个引拔针，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一组，再重复4组。4组完成后，相邻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9个锁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8个引拔针，下方织片钩引拔针的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9个锁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8个引拔针，最后下方相邻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完成后断线藏线。这样花蕊就讲完了。接着取出亮片和米珠，按照前面的演示，对照样品图缝好。莲蓬2号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进行组装，大家缝合时缝在样品图对应位置，我这里只演示方法，位置不做参考。首先取出大号花瓣，将它均匀摆放，然后将花瓣临时固定在主体上面。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方法，只固定花瓣下半部分，
将另外4个也固定好。固定好后，看一下是否满意。如果不满意，就稍微调整调整。完成后，取出小号花瓣，均匀放在大号花瓣之间。再取出莲蓬1号，放在上面，看一下整体效果。合适后，我们先缝合大号花瓣，再缝合小号花瓣，最后缝合莲蓬。下面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花瓣的缝合方法。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接着挑主体表面的线，与花瓣反面的线缝合。大致固定花瓣这一小段位置，线迹不要漏到主体反面。完成后，断线藏线。大家多藏几针。完成后，取下临时固定的线，这样一个大号花瓣就完成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剩余大号花瓣完成。完成后，取出小号花瓣，放在上面，并用线临时固定。固定好后，也只缝合一小段的距离，两侧位置可以不缝合。挑小号花瓣反面与大号花瓣表面的线缝合。缝合方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将它缝好。最后取出莲蓬，放在花瓣中心，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挑莲蓬最后一圈剩余的半针与花瓣缝合。下面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
边缝合边塞入少量废线头，作为填充物。完成后，断线藏线。接着取出剩下的花梗和莲蓬2号，对照样品缝在对应位置。方法与前面相同，这样缝合就讲完了。取出腮红，用刷子在花瓣上少量多次的涂抹。这样荷花就讲完了。荷花完成后，接着学习鲤鱼，分为大、中、小3种鲤鱼。都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钩织。3种鲤鱼钩织方法都相同，只是针数不同。我以小号鲤鱼为例进行演示，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减针、中长针减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也是2根线合并成1根线钩织。掀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完成后来钩第1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6个引拔针，不拉紧。接着钩一个短针，左侧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穿入左侧，绕线钩出，再穿入左侧相邻位置，绕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短针减针完成。继续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中长针减针，先依次在左侧钩2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先钩第1个，绕线，穿入钩出，这样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。左侧再钩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现在钩针上有5个线圈，绕线
勾出。这样中长针减针完成。继续在左侧勾一个中长针，一个中长针减针，七个长针，完成后，在最后一个锁针里勾7个长针，勾在同一位置。接着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依次勾7个长针，6个中长针，3个短针，一个引拔针。第一行完成。接着勾第2行，调左侧第1行的第1个短针针目，勾一个引拔针，继续在第1行的针目上依次勾2个引拔针，2个短针，4个中长针，4个锁针，在倒数第3针里勾2个中长针，相邻锁针位置勾一个短针，接着挑下方中长针的后半针，勾一个引拔针，
完成后，大家对照图解，一直钩完第一行中长针的位置。完成后，左侧针目依次钩3个引拔针，下方引拔针的左侧的锁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在左侧钩2个引拔针，一个短针，在最后这个锁针位置里钩一个引拔针，2个锁针，同一位置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挑长针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完成后2个锁针，下方同一位置里钩一个引拔针，2个锁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挑长针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2个锁针，最后同一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断线。这样一条小号鲤鱼就钩好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余的小号鲤鱼钩完。大号鲤鱼和中号鲤鱼钩织方法与小号鲤鱼相同，只是针数不同。大家按照前面的演示和图解钩完即可。这样鲤鱼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完成后，对照成品图摆放并进行缝合。缝合方法与前面一样，最后钩织眼睛织片，缝在鲤鱼上，并在眼睛织片上缝一颗米珠作为眼珠。缝合方法前面都有演示，大家在每一条鱼上都缝好。其中有一条鲤鱼，在缝合时将尾巴弯折一点，缝在上面。这样鲤鱼就讲完了。最后取出扣子，大致均匀的缝在毯子2区
这一侧的边缘位置。两侧的扣子可以缝在靠近连接处，扣子缝在毯子反面，将毯子翻到反面，沿着中间连接的位置对折，然后在没有扣子的这一边，按照一定的宽度往另一边卷上去，大约15厘米。最后，将扣子扣好即可。到这里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